你敢信吗？2份盒饭就可以杀死一个孩子的自尊和自信。那天我和爸爸妈妈出去玩，在高铁上，他们让我去买盒饭。给你去买份盒饭吧。好，我思考着要买几份，爸爸妈妈都饿了，那就来3份吧。我开开心心拿着盒饭回来，却看到妈妈黑着脸。谁让你买这么多的？你知道1份饭多贵吗？可是我们3个人就得吃3份饭啊，而且我特地买了3种口味，可以换着吃。我不饿，真是给你多少花多少。太不省心了，知道我们挣钱多不容易吗？你买自己的不就行了？这时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。我们3个人，你只买1个冰淇淋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自私？不知道心疼父母的吗？真是白养你了。还站在那干嘛？走，跟我退钱去。在父母一声声的责备和路人异样的眼光下，我所有的自尊和自信都被消磨殆尽。吃呀，我和你爸看着你吃，高铁上的饭这么贵，我们可舍不得。你全吃了，别浪费钱啊！我们挣钱可不容易。谁能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做才能让父母满意呢？救救我！有人跟踪我！走，我们去那边。放心，他走远了。我没带手机，能借用你的手机打个电话吗？给。喂，爸爸，我被人跟踪了，你来接我吧。太谢谢你了，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这个手表送给你，带着玩吧。不用。哎，对不住了。你怎么回事？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果然没有电话提示。我还有事出去一趟。难道是又忘带什么了？果然是你。小朋友，以后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哦。这话应该我对你说吧？不许动！你就是刚才那个跟踪的人吧？警察叔叔，你给我打个电话吧。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也是被他们骗来的。早就看出你们是一伙的了。你假装被跟踪，跑来找我求助，借口用我的手机打电话，其实偷偷设置了呼叫转移，这样你们可以随意接听我的电话。幸好我提前开了录屏，你所有的操作证据都在这儿。这个手表没有3C 认证，你们就是靠它来定位我的位置。带定位的产品必须有相关部门认证，才能在指定门店售卖。新型骗局又让我遇到了，你为什么不点赞？救命啊！放出去！老实点，再喊让你回不了家。有了。你在写什么？拿过来。这是什么图案？你写的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写着玩的，扔掉吧。哼，再让我发现你就危险了。危险的是你。不许动！怎么回事？3个金叫西，3个人叫纣，3个鬼当然叫救命。19年15月19日，代表191519，S 位于字母表19，O 位于字母表15，合起来就是 SOS， 是国际通用的求助代码。最后3短3长3短的图案也是 SOS 摩斯电码的符号。赶紧学会这些求救信号，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。1. 手势求救，遇到危险不方便说话时，可反复做出大拇指向内、4指包住的动作，这是国际求救手势。还可做出6的手势，再抓住大拇指，这是聋哑人的求救手势。遇到这个动作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眼睛眨眼，3短3长3短也是在求救。2. 声音求救，遇到紧急情况时，可以借助身边任何工具敲出3短3长3短的声音，引起外界注意。3. 光线求救，当遇到危险又不能发出声音时，可以利用手机手电筒、汽车车灯或镜子反光，发出3短3长3短 SOS 的闪光求救信号。4. 极致求救，可以将颜色鲜艳的布绑在木棍上挥动，左侧长化，右侧短化，做8字形运动，在高楼遇险时能更快被发现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目标出现，是他吗？没错，他监控里是一个人。小偷又来了，现在报警吗？终于等到他了，睡觉。还以为他今天不来偷了，这回放心了。啥？竟然还有半只小偷来偷车的？你见过最受欢迎的小偷吗？某小区有个小偷偷走了车主的备用钥匙，每天观察车主的出行时间，趁车主不用车时偷偷把车开走，在车主发现前再还回来。嘿嘿，时间刚刚好，没人会发现。就这样，小偷和车主一直错峰弄车，直到……奇怪，1年过去了，我这车的油怎么一点没少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看监控。原来车主一直没发现，是因为小偷每次用完车都会给车加满油，车脏了还会帮忙清洗。这个小偷素质这么好，比那些借用你车的朋友靠谱，连1次违章都没有。于是车主默许了这种行为，其他车主得知此事后都坐不住了，纷纷掏出自己的备用钥匙，期待小偷来开自己的车。
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能降临到我头上啊？嘿嘿，一个个来，有求必应，雨露均沾。短视最后，小偷还是被抓了。原来这么多车里，还只有一辆没开过。那辆车的车主一气之下把他举报了。怎么，我的小车不配你偷吗？喂，我要报警！车主们不乐意了，都来给小偷作证，甚至连罚款的钱都替他平摊。这是好人啊，好大声了，不许欺负他！什么？第一次见这么受欢迎的小偷？为何我窒息倒地，却无人理会？救命！演的一点也不像。就是。这些是会偷必须掌握的知识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人在呼吸困难、窒息的时候，一般都是发不出声音的，更会咳嗽的。如果你看到有人发不出声，指着自己的脖子，请立刻开始海姆立克急救。直接差点死在你手上。我这不是学会了吗？如果在家里突然闻到一股腐腥味，很有可能是电器着火了。如果是臭鸡蛋味，赶紧检查一下天然气有没有关。下大雪的时候，记得离树远一点，树根附近可能会形成树井。上面是空心雪层，下面是深坑，陷进去有生命危险。一定要相信你的第六感，任何事如果感觉不对，请相信你的直觉。大脑在你还没来得及思考的时候，就接受到了刺激，产生恐惧反应，它在提醒你快跑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骗子吗？他前后骗了1000多人，被骗的人却排着长队感谢他。他伪造身份，混迹于各个行业，甚至走上了人生巅峰。这就是骗子的最高境界吗？二战时期，美国有个叫德马拉的逃兵，为了躲避抓捕，他用各种假身份逃窜。先是跑到一所名校，从一名学生做起，一路爬到了老师的位置，又不满职位的安排，一怒之下偷了院长的身份证明跑路了。不久，逃兵身份暴露，被判了18个月。出狱后，又弄巧成拙，混进了加拿大战地医院。这回不会要露馅了吧？这场手术你来做。谁知在一场手术中，他索性直接用手把伤员身体里的子弹给抠出来了。这个伤兵过了2天，竟然活过来了。哪怕他连高中都没有毕业，他也借着伪装成了战场上受人爱戴的好医生。大学里被人尊敬的教授，监狱里表现优异的狱长，给墨西哥修大桥的工程师，照顾流浪小孩的福利院护工。他到底是骗子还是天才啊？直到20年后才被人发现，后来被德法拉骗过的人把他的经历拍成了电影，他也被誉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骗子。你觉得他算伟大的骗子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怎么一上课就犯困啊？平日里活蹦乱跳的，一上课立马变身重度科学症患者。老师讲的太难了，听不懂。昨天学的太晚了，没睡够。还有的老师自带催眠功能，声不变，容不动，班上80%的学生都能沦陷。你知道上课犯困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吗？从医学角度来讲，大脑容量少的人如果一下子接触过多信息，为了防止脑容量过载，就会开启保护装置，自动回避大量的信息处理。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氧气和血液，就会使人出现嗜睡的情况。而如果你老在困的时候学习，就会导致你既学习又困。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实验中，最初狗对铃声没有任何反应，然而当多次同时呈现铃声和食物后，狗开始产生条件反射，听到铃声就开始流口水。学习也是这样，总在深夜学习犯困，之后就算学习不是深夜也会困。各部门注意，该学习了，开始犯困。学会这几招，教你有效学习不犯困。第一招，欺骗大脑，在学习的时候暗示自己并不困，学的也并不多。简单知识，现在不困还可以学。第二招，用风油精，轻度犯困闻一下就能清醒，还可以涂太阳穴，再狠一点就涂眼袋，就是有点残忍。最强的一招来了，把胳膊肘垂直放在桌子上，手掌打开，手心朝向耳朵一侧，保证你立马清醒。我真是太机智了。被称为中国神童的他，为何最终消失了？3岁会做数学题，4岁可以独立阅读，6岁自学中医，9岁吟诗作赋，13岁特批上大学。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，他就已经精通围棋，与副总理博弈连赢2局了。他叫宁博，13岁就被中科大录取，然而仅入学1年，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第1年，他不负众望，成绩名列前茅，媒体对他神童的称号更加吹捧。然而第2年，更喜欢天文学的他想要转校，学校却不愿意放弃这个明星学生。
直接用6个字回绝了他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最终，他被迫选择了自己不擅长的物理，成绩也一落千丈。如果我身上没有神童的标签就好了。对于自己失去信心的他，又一次向父母提出想换学校的请求，然而父母却说：“你就应该活出别人所期待的样子。”这句话直接将他推入深渊，天才的称号也离他越来越远。几年后，他参加节目，主持人说到神童这个话题时，他突然站起来打断主持人：“不要相信神童教育，它只会害了你的一生。你就是你们塑造出来的天才而已。”之后，他出家为僧。意气风发的神童，如今成为遁入空门的和尚。你想成为这样的神童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启动急救系统，准备出战役。1001、1002，全各单位报告目前情况。心脏机能正在努力恢复，心脏努力恢复当中，各部门请住，我们共同抵抗这个难关。患者呼吸心跳恢复。你知道你的身体有多爱你吗？在你的一生中，心脏会任劳任怨、不间断跳动25亿次，就算受到最大的伤害，也能保持最微弱的跳动，维持最基础的生命体征。你在伤害自己身体时，比如长时间屏住呼吸、几天不睡觉、自己掐脖子等，这些做法都会诱发身体强大的保护本能，让你主动放弃这些行为。母亲系统，我为什么发烧了？因为你感染了病毒，病毒在40度活不长，放心交给我就好了。可是我在40度也活不长啊！今天你和病毒必须打一个！你天天疯狂熬夜、自我伤害、吃垃圾食品，但依然能活蹦乱跳，是他们拼尽全力替你挡住了一切。哎呀，这人又是干啥的？赶紧修复一下！就是你，不按时吃饭，经常暴饮暴食，别人都维持996，我是24小时加班，你就不怕我罢工吗？每个器官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摘除皮肤，你的生命只剩30秒；摘除气管，你会无法呼吸，生命只剩3分钟；摘除肝脏，相当于喝下一瓶慢性毒药，你的生命只剩2天。亲爱的所有器官和细胞们，你们辛苦了！每个器官最爱的食物在这儿，你为什么不点开？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要证明你的身份，先把这个喝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不是所有北京人都爱喝豆汁儿。那些年一直被误解的省份，快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。你们家有床吗？不会都是炕吧？我们不是家家都睡炕，东北纵跨暖温带、中温带和寒温带，不是一年四季都是冬天。你们天津是哪个省的？我们是直辖市。那你给我表演个相声吧。不是每个天津人都会说相声。那跳个水懂表演吗？哎呦！你好，我是内蒙来的。你今天骑马了吗？没骑马，不住蒙古包，高考没有射箭。你看着不像广东人啊。现在像了吗？我们家家都有一栋楼，什么都吃，还吃福建人，骑上了上学，满意了吧？我承认对你们的误解有点多。福建人虽然活泼不分，但是笑起来只剩哈哈哈，不是发发发发。云南人上学不骑大象，家里不养孔雀，可就真的通电了。山东不是人人都开挖掘机，也不是天地井拿错不离手。山西不是人人都是煤老板，也不是都爱吃醋。四川人不会每人发一个大熊猫，陕西人不用服兵马俑役，不是都住在黄土高坡和窑洞。俺是河南的，俺真不是偷井盖的。我们广西也不是顿顿吃螺蛳粉，虽然普通话确实不是太标准啦。嘿嘿，你的家乡被误解过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